时间过得真快，我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快13年了。今天来跟大家闲聊我移民到加拿大的心路历程，以及工作和生活形态的改变。首先谈谈我为什么移民到加拿大，怎么移民的。我主要是因为向往西方社会的个人自由以及社会福利而移民的。我在西元2000年从英国留学回到台湾台北，由于台湾的政党轮替，新闻媒体改朝换代，我回不去过去留职停薪的记者工作，加上当时年过30岁，再找新工作受到许多歧视。虽然后来还是找到一个无线电视台担任新闻编译的工作，但是薪资和福利远不及出国留学之前的公司待遇。在华人的世界里，钱 money 是别人评断你的主要标准之一。因为到英国留学花了很多钱，回到台湾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家人和自己的自尊心双重谴责之下，我开始了失眠的日子。经过几百个失眠的日子之后，我告诉自己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开始参加各种移民说明会，了解自己是否够资格移民，以及研究移民后第二人生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在英国留学时，我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工作积蓄，我只能选择技术移民这条路。我先尝试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申请，但是当时不合标准，因此转战移民加拿大。在我的英国商学硕士学历的加持之下，同时因为在台湾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英文能力加分之后，我终于合格申请加拿大的技术移民。当时我找了代办公司协助移民，终于在台湾等待3年后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纸 Landing Paper。 我就在2008年的春天飞到加拿大温哥华报到，开始我的移民生活。但是我只在温哥华住了1个礼拜，就飞到离温哥华1个小时航程的卡加利市 Calgary 卡尔加里正式落地生根，直到现在2021年。因为当时的卡加利市石油产业的兴盛，带动了当地的经济蓬勃发展，有很多入门的工作，例如大商场的售货人员等职缺都非常容易应聘成功。所以我就在正式定居加拿大卡加利市之后的第2天，到新家附近的大商场工作。我在视频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向往加拿大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所以决定离乡背井。很多人问我移民到底好不好，我的家人也觉得没有像你这么穷的人还可以移民加拿大的。我移民加拿大后的时间更像是飞梭流逝，一眨眼就13年了。我想我现在应该有资格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移民加拿大的好处和坏处了吧。首先谈谈好的部分，因为我是中年移民，到加拿大后的最开始时间一直在换工作，但是都是一些入门最基本底薪的工作。我空有英国高学历，但是因为没有加拿大本土的工作经验，还是很难找到白领阶级的工作。还好，加拿大的工作职场至少是我做过的10多份不同的工作中，老板真的没有问你的年纪，也没看你长得够不够漂亮再录取你。因此我很幸运的在加拿大政府的赞助下拿到学费和生活津贴，重新转换工作跑道，最后在加拿大成为护理专业人士。这也是我在当初移民加拿大时无法想象得到的事情。当然，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没让我失望。在我移民加拿大的前3年，帮助我在加拿大可以存活下来，除了补助我念书之外，也在我全职念书的时候提供我低收入户的住宿，我可以在那儿住到我毕业，找到专业的工作为止。一般是2年到4年的时间。因为是政府的补贴房，除了房租相对于私人出租房便宜之外，因为政府人员定期整修，并且有24小时的警卫管理，
让我可以安心地专注于我的专业课程，顺利毕业，并且找到专业的护理工作，一直到今天，可以和大家闲话家常。移民加拿大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普罗大众普遍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因为我是中年才移民到加拿大的，所以我的骨子里还是有很多台湾习惯，比方说问人家年纪、收入、家庭状况等等个人隐私。所以我在移民的前几年有很大的文化冲突，可是在今天看来，这就是在加拿大生活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的日子，自己想做的工作，自己不想说的事，别人甚至是家人都不能妨碍个人自由。也许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以前的我都会觉得，为什么一个有着英国硕士学位的人还要再去念护理专业，转行做护士呢？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旁边的亲朋好友肯定就会开口了。但是在加拿大，只要你有决心和行动力来转行，或改变生活形态，或是换个地方工作生活，都是有可能的事情，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当然，加拿大的免费医疗服务、老人年金、残障或失业津贴等，都让弱势者或者穷人们可以过得更有尊严的生活。当然，说移民不辛苦是骗人的，大部分的新移民都要花2年到5年不等的时间，才能真正说是定居下来。移民的坏处就是你要抛开过往，重新开始，特别是对中年移民的人们来说，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坚强的意志力是移民成功的重要关键。移民这条路就像心电图一样，高低起伏，不断循环着。因为不是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人，很多当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你都不知道，所以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圈里。因此，新移民们都还是跟着自己的家乡人，或者和自己讲相同母语的人们一起来往。另外一个坏处是，我不能把台湾的一大家子一起办移民过来加拿大，同时台湾的家人也不想过来加拿大生活，所以相较于当初在台湾生活，有着更大的社会支持系统，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的我，必须重新学习自己动手做，自己修东西，提升自己解决生活难题的能力。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里，看到很多女性自己提重物，只要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都尽量自己做，这让我打从心里佩服。虽然我也算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无法做到十分独立自主。还有一个坏处是，也可以说是好处，就是加拿大的职场是非常直来直往的。从我过去在电视台当国语新闻记者，做编译，或者是在中文报社，还是后来的护士工作，大部分是不需要加班的。如果必须加班，公司会给加班费，但是如果你的工作表现不好，主管马上纠正检讨你。不过因为这一点很符合我的个性，我不必去猜主管的心意，所以对我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好处吧。我移民加拿大之后，经历了很多好好坏坏的事情，但是相较于英国留学时期，或者和在台湾成长工作的日子比较来说，我还是觉得我中年移民到加拿大是对的，因为我的生活更简单了，我的生活步调更慢了，我的心里更轻松了，因为我下班后不必去应酬，我也不必跟别人比较谁赚的钱比较多，谁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谁长得比较漂亮，谁的身材比较好。同时，因为在卡加利市，薪资水平和房价相比，买房子的压力减少很多。也因为卡加利就在落基山脉的山脚下，班夫和路易斯湖就像是我们的后花园。特别在夏天，一天的日照时间超过15个小时，我在上完早班后，还可以直接开车到山里散心。
我在移民加拿大将近13年的时间里，改变了一些价值观、人生观，同时更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游，更自在地做自己。人生就这么一遭，何不潇洒走一回呢？希望新冠疫情早日终结，我们的世界更能像以前一样，重回地球村的状态。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